今天的主题是怎么样从一盆死藤变成万国遮阴的树。说真的，你有没有看过一个人生已经烂到底的人，却突然翻盘？那种以前班上被笑他长大会做什么，收垃圾吗的同学，长大却变成某科技新创 CEO， 还登上封面杂志。你心里想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他当年国文还不及格耶。以西结书17章11到24节，要让我们知道，神专门选那些看起来没希望的，让他们发光发热。15节，他却背叛巴比伦王，打发使者往埃及去，要他们给他马匹和多民，他岂能亨通呢？先快速回顾上一段。西底家王本来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安插的，结果他暗通埃及，试图脱离控制。神问，你以为这样能成功？他岂能亨通呢？哇，这语气超酸，但也超有道理。你说你要自由，结果你不是靠自己，是去靠另一个更不靠谱的王。这不就是有些人明明被控制过一次，还自己投进另一个控制更大的圈圈？你逃出情绪勒索的家庭，转头又爱上一个超级控制狂的恋人，这叫自由吗？这叫自投罗网。19节，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他既轻看指我所起的事，背弃指我所立的约，我必要使这罪归在他头上。神说得很清楚，这不是纯粹政治问题，是誓约问题。他不是只背叛了尼布甲尼撒，他是背叛了神透过这个誓约所设定的秩序。这就像婚约，不是你说不爱了就算，当你轻看约，你就得承担后果。所以这里的讯息是，不是你能不能成功，而是你是否诚信。很多人以为成功是技术问题，但神在意的是你的诚实与忠信。你可以很聪明，但如果背信弃义，神不保你。结果呢？20节，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身上，我必带他到巴比伦。没错，最后西底家王被抓、被审、被挖眼，他的国家被灭，就是这么惨。前面好悲剧，你以为故事结束了？ No No No， 这才是神出手的时刻。22节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要将香柏树梢拧去栽上，就是从颈间的嫩枝中折一嫩枝，栽于极高的山上。重点来了，不是被拔的藤，也不是大鹰，是神自己要种一棵树，而且是一棵长得高、枝叶繁茂、万鸟来栖。神说，我自己来，我不要靠你们这些弯来弯去的藤了。这嫩枝象征谁？很多解经家认为这是预言弥赛亚耶稣基督的降临。哇哦！也就是说，当人类政治誓约全都失败，神说，好，我来为你们种一个真正的王。24节，我耶和华如此说，也如此行了。这句话超有王者气场，说了就做，不像我们人类嘴上说信靠神，脚下却飞奔去找埃及。接语，你看，神不是不能让你发旺，问题是你到底要靠哪一个王？你想当那棵自己弯向别人的藤，还是愿意让神来种你、栽你，把你高站起来？以西结说的不是农业知识，也不是政治分析，他在问你人生的根是扎在哪里？你可以选择弯腰求生，
也可以选择被神亲自栽种，成为那棵让人遮阴的高树。所以下次别说我没希望了，你只是还没交给对的园丁而已。